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宏。今天想分享的是2026年1月份的最新游戏推荐啊！对，你没听错，都已经到2月了，我才生出这个影片，真的是有够拉碴啊！可能会有人说，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做2月的游戏推荐就好？这算是我给自己立下的一个新年目标吧。完整的把这个系列影片重新回归，而且这次整理下来的主要介绍的10款游戏里面，竟然有10款是免费游戏哦。那么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首先，卡带小子由Wonderland Kazakiri 开发的动作解谜冒险游戏，一款存在取决于你的 RPG。本作表面上看似平面2D 的像素世界，其实是一个3维空间。只要透过旋转环境，世界存在的边界就会随之变化。进入视野的事物会变成现实，脱离视线的存在则化为虚无。不断扭转与调整地图的视角，就是揭开消失月亮背后隐藏谜团的关键。游戏现已发售，登录 Switch、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 S 及 Steam 平台，资源当然游玩且支持中文。破碎快弹2语曲章由 Seraphino Production 开发的第一人称心理恐怖游戏，探讨社交媒体对心理健康所造成的影响。作为破碎快弹系列的首部作品，本作故事以遭受霸凌的受害者安妮展开，带领玩家进入一个因精神创伤所呈现的世界。里头游荡的生物都象征着他创伤的具象化，而玩家的每个选择都会影响故事走向不同的结局。必须在不断逼近的恐怖追逐中试着逃离阴影，揭开隐藏在黑暗之中的真相。游戏现已发售，登录 PS5 以及 PC 平台，资源当然游玩且支持中文。密奥密于奥义由 DOS Designs 开发的一款类银河战士恶魔城的游戏，玩家在本周会扮演的是一个机敏的机器人。因船舰的 AI 珍珠船舰的管理者发生故障后，整艘船正逐步走向停摆的命运。玩家必须追忆过去发生的事，同时揭开关于自身起源的真相。本作采用非线性的地图设计，你可以透过收集零件来丰富你的行动能力以及战斗方式。掌握好精准度，甚至还可以穿梭于正扭曲且彼此相连的空间。游戏中临战的敌人共有30多种以上，以及15种头目。试图打造适合自己的组合来打倒强敌吧。游戏现已发售，登录 Switch、PS5、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资源当然游玩且支持中文。2SKO 由 Riot Games 开发的免费游玩的2对2格斗游戏，集结了来自英雄联盟的英雄并肩上阵。该游戏对于默契的考验会是关键的，需要透过各种独特的换手和掩护机制与伙伴互相支援击溃对手。有2种方式可以进行游玩，玩家可以选择单人操控队伍中的2个角色，或是与好友组队体验真正的双人对战。无论是排位、休闲或是私人房间，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方式游玩。而且记得，这是款免费游戏哦。内购内容只是提供外观以及装饰，不会影响战力，可以放心游玩。游戏现已上市正式版本，登录 PS5、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支援线上4人游玩且支持中文。接下来也是免费游戏《明乐方舟：终末地》，由鹰角网络开发的 3D 即时战略 RPG，《明乐方舟》的衍生作品。故事背景设定在异形世界塔维尔，玩家在游戏里会作为管理员，率领干员们保卫以及拓展人类的边疆，就是大部分手游常见的设定啦。来源不明被随即投掷到各处的锚点是本作战斗的主要目标，可以视为是这个世界观的神怪砖。操控多名干员应对敌人，也有结合模拟经营与集成工业系统的元素。建设涉及多种尝试，与干员们建立信任，搭建自动化生产线，以满足持续开拓的需求。游戏现已上市，登录 PS5、PC 以及手机平台，支持中文。再来也是免费游戏《高龄铁卫》，由 Apex 英雄以及神兵泰坦开发团队 Wildlight Entertainment 开发的 PvP 工程射击游戏《Review Bombing》。玩家在本周会化身为守望者，利用魔法与枪械等各种特殊能力的枪手，为争夺奇幻大陆的掌控权而展开战斗。这次的核心玩法关键在于争夺名为屏障破坏者的装置，成功夺取后就可以推进战线，摧毁敌方基地，取得胜利。
与开发团队以往的游戏相比，除了拥有不同的英雄、不同的能力外，这次融入了可以骑乘的动物以及魔法鹰等的元素，让战斗节奏以及视觉风格与其他的射击游戏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我个人原本其实蛮期待这款游戏的，单纯只是因为我很喜欢看别人玩 Apex 英雄，不过我自己其实都不太碰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啦，所以对于游戏玩法我就不做评论了。有兴趣知道这款游戏引起了什么争议的观众，可以去看其他 YouTuber 的影片。游戏现已上市，登录 PS5、Xbox Series S 以及 Steam 平台，支援线上多人游玩且支持中文。最后一款介绍的免费游戏《七大罪 Origin》，由 NetMap-FNC 开发的开放世界动作 RPG， 以日本人气动漫延伸出的一个全新原创多元宇宙篇章。在本作中，玩家会扮演的是里欧内斯的王子崔斯坦，探索原作中的布利塔尼亚大陆，踏上一段探索之旅。因为是多元宇宙的设定，所以沿途会遇到一些熟悉的角色以及全新的面孔，包含来自七大罪、启示录、四骑士等的作品中的英雄都能招募到自己的队伍。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技能、风格与战斗定位。休闲时刻还可以享受钓鱼以及料理的时光，可以与朋友和同伴一起前往未知的世界探险。游戏现已上市，登录 PS5、Steam 以及手机平台，支援最多线上5人合作且支持繁体中文。嗜血代码2，由万代南梦宫开发的戏剧性探索动作 RPG， 故事的起源自被称为轮回的变质现象。在文明崩坏的未来世界，人类仰赖不死存在的吸血鬼之力得以延续生命，但是突如其来的渴望之月降临，又影响到了吸血鬼的生死。哎呀，再睡呀！使他们变成没有意识的怪物。玩家在本作中会扮演的是一名吸血鬼猎人的主人公，会与一名拥有穿越时间之力的吸血鬼少女携手合作，背负起拯救世界的使命，一同前往100年前的过去。在玩法上，本作也可以称作是类魂风格的作品之一。战斗方面非常强调熟练的回避、防守以及攻击的节奏，技能方面则需透过吸取敌人的血液来激活。相较于前作，培育系统随之进化，也可以临时依照敌人的特性与当下的战况自由设定武器及技能，逐步突破层层难关。游戏现已发售，登录 PS5、Xbox Series S 以及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孤山独影，由 Fury 以及 Haver 开发团队的 Gamebakers 打造的登山生存游戏。游戏主打逼真的攀登体验，找到坐窝点，找到摆放手脚的位置，调整姿势、力量平衡，挑战从未有人登顶的神明山。在漫长的登顶过程中，也需要谨慎管理物质，除了岩钉、攀岩粉、攀岩护子、绷带等，也要管理食物、饮水和药品，更要谨慎难以预测的气候变化，都可能左右一次行动的成败。它不只是对操作与判断的考验，也是探索主角内心的意志以及动机，慢慢拼凑出这座山的过去与背后的意义。游戏现已发售，登录 PS5 以及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最后，超时空放纵豪华版由 Alpha 开发的一款卡组构筑型 roguelike 角色扮演游戏，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被黑色迷雾侵蚀的世界，人类为了避免灭亡，躲进了一个名为方舟的避难之地。而想要恢复旧世界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收集散落在各地的时空之影，启动钟楼，回到和平的年代。在玩法方面，玩家可以招募最多4名队员与怪物战斗，透过卡牌形式的技能与能力制定策略，角色之间的配合，突破层层难关。每一次团灭旅程都会重新开始，每一次的冒险都能遇见不同的伙伴以及不同的技能组合，反复重玩，打造只属于自己的战略。在1月29日发售在 Switch 的豪华版是已经收录原作全部 DLC 内容以及提升 UI 与翻译品质的版本。Steam 的版本早在2024年就发售了哟，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好啦，接下来游戏快报。首先 Doom Crawl 驾驶鲨修行者穿越无垠的沙漠，探索其中的秘密，集合了动物森友会、Switch 2 Edition 和免费更新 World True Play 肌肉，以添加新的玩法，最多可以12人一起线上游玩。
少女学院城，王家将扮演交换生小玉，不是那个小玉，不断强化自身成为卡梅尔之星。漫威争锋第6赛季，加入人气角色史诗以及新英雄艾尔莎学士，带来更多变的游戏玩法。Sega 新创造球会，足球球会经营模拟的经典之作，基本游玩是免费的哟。最终幻想七重置版 Integrate 已登陆 Switch 2以及 Xbox 平台。真三国无双起源登陆 Switch 2平台，且新增全新大型 DLC 梦幻四影节，能够体验本片故事中未曾描绘过的4个故事：积极羔羊传说、洋楼仙境、进行羔羊传说的扩充内容，将面临暴风雪、邪恶地形以及腐化生物的威胁。凶乱魔界主义，展开一段荒诞而充满战斗的冒险旅程。最后，暗黑拍卖。正统推理冒险类型的互动故事作品，寻找失踪的父亲。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这1月的最新游戏推荐，大家觉得怎么样？算是免费档的天堂了吧？都蛮耐玩的。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支持小弟我哦。下个影片见，拜拜。